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首先呢，要说我自己是非常兴奋回到演播室，好久没有录节目了。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台湾出差，录了一个系列的访谈，有很多关于台湾的专题的访谈和我自己行走的这些记录呢，还没有机会给大家放，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系列的放。今天这一集呢，讲的是苗博雅。讲苗博雅之前呢，想加几句题外话。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得了一场大病，好多人知道，但我没有细说，我也现在也不想说。但是在我养病的过程中呢，我做了一些决定，比如说我发现随着大声节目的这个越来得到影响力越大，我其实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呢，我们大声要更好的建立我们的社群，也许很快会开会员，当然会员怎么做呢？我需要大家建议和帮忙。第二点就是我发现在跟台湾的这些网红型的节目主持人的沟通中呢，他们给了我特别好的建议。他们说呢，我一定要加强跟观众的互动，让大家更了解我。其实这个需求呢，在很多观众给我的留言中我也发现了，有的人就说希望我能分享多一些我作为媒体人的一些技能和看法，还有一些观众批评我，他们把一些受访者的一些观点呀、表述啊，甚至的一些政治立场归纳成我的政治立场，然后就说你都不了解台湾，你有什么资格来陈述台湾？这其实有一个误区，作为记者其实是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做了20年专业的采访、报道、编辑的一个人呢，我发现我其实给大家贡献的应该是我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提问的方式，发现故事和发现事实的方式。我所有的这些技能是用来让大家看到我采访的人他们身上带来的知识、经验和故事。在这个观看的过程中，其实大家能够建构对一些问题、对一些人更好的了解，这是我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也意识到，我慢慢的作为一个不断的要站在镜头面前的人呢，大家也好奇很多事情，比如说很多采访做完了以后我怎么想的，或者我采访完之后我对一些人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呢我也有义务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做的第二个改变或者我自己的决定呢，就是我要专门有一些节目是采访完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当然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理解是个人的东西就是个人的东西，访谈的时候我仍然还是一个提问者、倾听者和展现者。所以在苗博雅这个采访里呢，大家也会看到我不太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苗博雅现在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他目前是台北市的议会议员，他是非常年轻的台湾政治人物，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财经法学组。他曾经担任过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的法务主任，也曾经是台湾的社民党的发言人和全国委员。他现在的党籍仍然是社民党。苗博雅出生于1987年，是现在呢新世代的炙手可热的明星议员。苗博雅经常上台湾的电视节目，也自己经常在社媒上做连线几十个小时的直播和连线，他非常有逻辑，也非常善于表达，所以他经常呢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非常清晰地输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为什么要选对的人？因为我们要走对的路。我们为什么要选对的人？不是要去听哪个政党或听哪个个人，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所深爱的生活方式。我喜爱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拥有随时随地批评任何一个政客的自由嘛。我喜爱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拥有随时随地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批评行政院长，可以把官员骂到狗血淋头的自由嘛。包括他一些服务社会和各种关于公共议题的表达，他都非常清晰和有逻辑的输出，因此也给他吸来很多粉丝。他被昵称叫阿苗，所以有很多阿苗粉这次在台湾非常热烈的跟我推荐，说一定要见苗博雅，一定要见阿苗。很多朋友媒体的社会政治领域的都在跟我推荐说，如果你想了解年轻一代的台湾政治人物，你必须要去采访苗博雅。
关于苗博雅呢，有几个重要的点要大家知道哈。一个是他现在可是在台北议员，他代表的是台湾的第6选区大安区。要知道，台北市本身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票仓，有叫做铁票仓的说法。所以呢，他当时作为社民党独立参选的时候，就已经引来非常大的注意，因为他提出来了一个要在这种国民党的铁票仓里面来挑战国民党的这种统治型地位，所以他到现在也是唯一一位社民党党籍的公职人员。2018年，他又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打出的口号就是挑战国民党长期占据优势的选区大安区，最终他以该选区第5高票当选。2022年，苗博雅连任成功，所以呢，当时呢，大家也知道的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也是少有的当选台湾民选公职人物的 LGBT 成员。苗博雅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但是她这个性别取向身份呢，在她的从政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到争议，但是后来她慢慢的呢选择不太聊自己的这个方面的信息。可是在我们的采访里，大家看到其实我提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可能也好奇她是怎么回答的。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苗博雅出生于1987年，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是台湾的党禁报禁结束之后的一个时间，所以苗博雅其实是跟着台湾民主一起长大的。他个人呢，在2014年开始呢，从太阳花运动一路走过来呢，一直是作为一个群众个体，后来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是从公民社会运动起步，又成为政治幕僚。但是他身边有一群跟他一起长大的同世代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很多媒体报道说，他自己个人就连接了这些年轻人，用理念相连接，也就构成了新世代的选民。很多人推荐我采访他，就是希望通过大声这个平台让大家看到新世代的选民，新世代的年轻人是怎么通过台湾民主社会运动和参与政治亲身获得选票这样一个过程来呈现台湾社会民主的。我也相信我们对苗博雅的采访呢，可能会让一些不太熟悉台湾社会的朋友看到啊，原来当下的台湾民主是这个样子的。好，我前面的介绍有点长，但这也是我新节目的新创新，就是我想给大家讲我为什么要采访一个人。那么看完节目以后呢，如果大家有同意的、不同意的，你们很想表达的一些意见呢，请积极在我下面留言，我会整理观众们的一些留言、批评、肯定和分享，专门再录一些就是观众反馈的节目。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好的通过大声的采访和节目来连接一个大声社区。我也希望阿苗的粉丝在我们接下来的用户评论区也好，或者接下来我们的节目里也好，可以呢其实跟我们其他的观众提供更多关于苗博雅的故事啊，关于苗博雅的这些政治理念的讨论。那么我也知道有人喜欢他，就有人不喜欢他。其实像我们的观众里面，关于台湾话题有几种意见，有大陆风格的，我们讲开玩笑讲比较红的，也有一些大陆的自由派的观众其实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个人分享和观点。当然也有台湾本地的蓝白绿，还有哪个党也不占的非常独立的声音都有呈现。接下来我也特别希望以苗博雅这一期节目作为一个开始，让大家这种社群里的讨论更多。好，现在看采访。因为我看有的媒体问你是他、男他、女他，所以我应该怎么称？因为在美国，大家一定要先确认。其实我不是很介意这件事情啦。那每个媒体有他自己的那个。那如果说写华语、写中文的时候，我是都用人字旁的那个，对。但是英文我没有意见。英文是 they 还是是 they 还是 she 还是 he 都可以啦。就是真的，你真的不在意？对。
对，因为看了太多在网络上你是大明星，真心话。然谢谢后我也要在不敢当努力去吸收，因为我说了我是中国背景，但是我一直在外媒，所以可能有一些看台湾民主的一些国际的视角，但我真的想给就是全球自由的说华文的、说中文的人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然后我觉得台湾民主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谢谢对，所以其实先给你转达一个我的网友哈，昨天 Twitter 上有朋友一看就是大陆的，肯定那是翻墙的嘛，他就说请让我先问，就是说苗博雅有没有注意到从大陆来的不自由的他的支持者？我有时候在那个我的社群平台上的留言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网友那他讲了一些其实对于台湾的政治跟历史的观察，那些观点都蛮有趣的因为有的时候中国的网友反而比一部分的台湾人还更知道为什么要反共啊？这个蛮有趣的所以我有注意到从这个中国翻墙出来的网友，那其实有蛮多是那种，怎么讲啊？也算是有点无可奈何吧，就只能透过这个翻墙，然后在其他的网络的领域里面发表一些意见毕竟这些意见可能在中国也没办法发表。所以我有看到大家的发言。我本来想用这个做结语，但我现在就想拿它跟你讲，说为什么我这么要专注来采你虽然你很忙，但我还要挤你的时间，因为就像这个网友说的，他说请你转达谢谢他让我看到民主的样子。不敢当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样子。那也许我的实践是其中的一种。那其实我一向都认为资讯的流通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资讯足够流通的话，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基础去做判断跟选择。那所以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讲说，你有听过哔哩哔哩这个网站吗？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在看。他说，那不然我把你的影片搬运过去好不好？我说我不反对啊，我只是不知道会不会下架，可以存活吗？但是你要的话也可以啊，因为我非常高兴很乐意这个我们在努力的事情被更多人看到。当然被更多人看到一定有人是反对的，有人是赞成的，这都没有关系。重点是那个资讯的流通，然后让更多人能够也许被激发一些想法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荣幸啊。所以你刚才说到你努力的嘛，我也知道你其实很努力的在做好几件事情，但想跟你确认，你现在认为你作为政客，作为议员，而且其实是你们选区唯一一个小党社民党的议员，你现在最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觉得你最大的力量和难点在哪里？我想有两个面向啊，一个面向是我的职责台北市议员，当然它包括说要致力于推动台北市的各项的发展在市政层次上，这个是我们在议会的工作最关心的议题。那然而在议会的工作之外，我们的最关注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以及台湾实际上的独立自主是不是可以继续被维持。我们的民主是不是能够继续被深化？大概这两个面向。明白，一个就是关注本市的，就是在地的，大家真正的所谓民生嘛，就是很具体的。所以也不光仅仅是因为有的时候政客已经成了一个负面词，感觉就是你更多的只是在游说和在华语的语境里是这样，所以在台湾很多人会说自己是政治工作者他就不用这个 politician 的翻译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啦，其实对我来讲，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也不会去觉得哎呀，政治就是肮脏黑暗的代名词。那我反而觉得说，既然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政治有哪里不够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致力于把它稍微变好一些。明白。最近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表达和争议，其实包括最近这个
立法院的所有的争议，我看其实你也很强啊，很强的在输出。所以你为什么这么有力的要参与这个？一个是公共的教育，一个是具体的一个论战。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决定都是出自于偶然，就是我在当下觉得，这事该有人做，那我好像有个机会来试试看。就以这次的国会法案的争议来说好了，在5月17号，因为立法院发生的肢体冲突嘛，所以很多国人就突然注意到说，有这件事。但其实当大家突然注意到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那我一直认为啊，其实政治如果说要能够有审议式的民主，能够民主深化的话，一定要致力于让更多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让大家这个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会有更多人能够加入实质的讨论嘛。所以我5月17号当天，我一直都非常关注说，是不是这个在立院发生冲突的双方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前后的脉络能够讲清楚。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因为也许是这个事出突然，或者是说这个好像大家还比较习惯那种传统的沟通模式嘛。那我也是一直到了下午，到了晚上都还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在问说，那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打架？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决定说，那我来讲讲我所认知到的事情我来讲讲我所看到的。那我就很简单，下午写的文章，然后晚上开了直播来讲这件事情。那殊不知，这个网友对于这个的兴趣超过我想象，反而是他就是反而是我被鼓励到说，原来有这么多人想要一起来讨论。所以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我规划好、筹备好，我要加入这个论战，而是我身为一个公民我表达我的意见出来。那如果大家愿意听的话，我也很愿意听大家的声音，很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因为我做媒体太多年了嘛我们当然做媒体的人是要 check power， 对，就一定要有警惕的。但是我这次来台湾，有很多台湾同行都跟我讲，让我一定要看你的东西，然后一定要了解你。其实这不是奉承，因为我也在考虑，就是说到最近的台湾选举嘛，一个是说要在立法层面和整个选举层面打破这两党。所以当然有了民众党，但是其实对第三党出现的社会的基础和根部的原因，我觉得还可以更多了解。其实外部也不太了解，本土社会我觉得可能也有，但是你等于还是更社会小党。然后我也研究了你们社会民主党从建党到现在的这个诉求，所以就刚才说到这个，因为我发现你在传播上你很注意，你并不仅仅是在讲政治的诉求，你把政治非常具体化了。我想第一个在社会讨论基本上我们还蛮愿意使用社群平台。那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现在的社群它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过去都说政令宣导嘛、广告嘛，单向输出。可是社群的概念并不是这样子。每一个看文章的人，每一个看影片的人，他都有资格在下面留个言可能是赞同你，但更可能是骂你。对，好，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断的直接的去看到民众给的回馈嘛。当然你要说其中有一些有待商榷的，比如说是不是机器人在洗留言啊，或者是说有公关公司的工读生啊，这些等等。但是这些这个瑕疵并没有办法完全掩盖掉这个社群上有双向沟通的这个本质啊。那我基本上还是愿意相信说更多的不同意见的交换是有助于形成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共识的。因为现在我想不只是台湾，世界各国都深受政治极化的问题的。对，那两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可是问题是我们每天还是要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除非我们走向了一个，其实虽然我跟你都生活在一起，可是其实我们的心是完全相反的。那这样子社会很容易分裂嘛。但是台湾的社会其实团结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面临外部一个还蛮强大的威胁。所以在
这个情况下，你刚刚提到的如何的让大家来参与，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在我所从事的工作的范围之内，我是尽量让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发出来的。所以像我讲一个小小的事情，我自己个人的社群平台我很少在封锁网友，除非是第一个他比如说来贴一些重复的广告讯息，或者是甚至是他贴是一些诈骗的讯息那他有可能会对其他网友造成损害的，那我只好出力。不然如果你只是单纯意见不一样的话，我会让你发表你的意见，因为我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这里作为一个平台，看到社会上不同人的想法。纵使有一些激烈的争辩，我也觉得是民主过程中正常的事情。那这是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参与，其实是要让不同意见的人有机会看到跟听到彼此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如何让大家相信政治是公开可参与的。我觉得有一件深层的事情是，我透过我自己的实践让大家看到说一个平凡人是如何可以参与政治。我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那家里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任何经济上财团的背景，我加入的是一个小党，不是主流的大党。那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在政治上可以取得某个程度的成功比如说选上议员、连任议员，那有机会选立委这些等等，那我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给其他平凡的年轻人参考。如果你对政治有兴趣的话，就算你没什么特别的背景，你有机会跟苗博雅一样，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路线。我觉得透过这种实践这种方法，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政治在台湾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的事。那我也希望说，我的政治生涯在最后做总结的那一天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正好想问你，你的政治生涯的最大目标，因为这个可以是个很美国化的一个提问就是你不用太谦虚，就是你觉得你的真正的抱负和你觉得有一天你觉得我让自己满意了。我觉得政治生涯的目标并不是以位置定义的，而是你回应了多少人民的期待。像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做一个不管社会运动也好，或者是政治工作也好，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就是当群众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在。你用群众这个词对，群众、社会大众，因为我讲社会大众为什么太空泛了？因为在民主社会里面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大概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喜欢他。对啊，你经常说这个话。对，所以如果我讲说社会大众期待我，那其实言过其实，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根本是反对我的对不对？对。那我想群众的意思是说，支持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这是我们的群众。所以当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够回应群众他所期待的事情。那这个回应可大可小。比如说大家想要知道立法院发生什么事，那我讲讲我的看法。我不一定是100%真理可是我至少回应了这个群众的需求。好，现在有人抛出这个说法，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他的说法对不对？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发生什么事。又或者是他可以很小小到什么，我的选区的选民家里这个门口的路灯不亮，那找我处理，那我要能够被联系得到，能够帮他处理事情。那我觉得可大可小的这些民众的需求是我们必须去回应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政治的评论员而已，我们是实际上做事的人。而所谓的做事，在民主社会就是回应你的选民、你的支持者的需求。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能够一直是有输出的、有贡献的，对于我的支持者来说，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那不管在什么位置上，我都会觉得我有在实践我的责任了。你有点回避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支持你的选民，你需要有真正的力量，是你真正的资源，可以调配的资源，可以给到，说实话，给到你的支持者、你的选民真金白银的支持。普通人就是想要所谓好生活，当然有不同生活的这个愿景所以你有没有时候有的会
就是你真正觉得要有力量实现你的事情，然后你愿意全力以赴去得到那个 power， 不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你自己出名得利的那个 power。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我知道你想问的也许是，比如说我之后想要竞选什么，对，然后或者是说我有没有设定我的这个要选到哪一个位置，对，政治路线。但是我并不喜欢用这样子的地图来定义政治生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地图很容易导致失败。我明白。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要讲什么具体的目标的话，提高影响力是一个很具体我在做的事情。就所谓的提高影响力是，我可以让这个社会上面更多人愿意听我的主张，这很重要。像比如说，如果你问我一个议员跟一个立委哪个大，那当然是立委大了，立委权力大了。可是如果我们比社会影响力的话，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我的社会影响力并不会小于任何一个这个这样讲好像太那个，应该说是我相信我在社会影响力这个部分是足以跟一部分的立委做比较的。那所以对我来说，好像当然你说位置要越选越大，其实有很多方法了。我听得懂你的意思。其实你对世界是有一个愿景的，所以你要得到真正的影响力，来让这个世界变成你希望的样子，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在台湾，与其说希望世界变成我希望的样子不如说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继续维持民主自由的样子。我们台湾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一个状态。最大的威胁，台湾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台湾最大的威胁当然是有外部的力量想要改变我们自由民主的状态嘛。那这个跟很多国家的不一样那我们有点像是逆水行舟如果你不进，你就会退。那很多其他国家是，他就好好的在那也没人想要侵略他或怎样，就算他不争取进步，他就是维持原来的样子。那所以对我来讲，人的生命很短暂我再活也不过几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在可见的未来，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状态可以一直维持，不至于倒退。我们光是要维持这样子，就要花很大力气。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让更多的人都拥有这个去实现跟追寻自己人生幸福的机会，我就觉得很好了。你看，我的党是社会民主党嘛，社会民主它并不是一个极左的概念，它是中间偏左一些。那社会民主呢，不否定市场存在的价值，我们只希望说这个市场可以是一个更公平、有效率的市场。就是如此而已。它不是一个要激烈的颠覆这个社会的概念，它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让一些比如说这个出身比较平凡的，或者是说先天有一些不利条件的，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追寻他人生的幸福，就如此而已。是个小小的愿望，但是这些愿望的前提都必须是在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现状之下才有机会实现。所以我政治生涯最大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希望至少能够撑住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现状，那在撑住的同时寻求前进的机会。明白。所以你刚才讲到你非常需要明确的说出来，就是立法院最近到底在发生了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几个小时的直播我很努力看，其实蛮辛苦的。我想我看都很辛苦，你讲又多辛苦。所以你现在讲就是到底在立法院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看我们直播会有点辛苦，因为我总是希望我们提供的资讯密度很高就把所有东西都塞進來，都抛给大家。那这有点出于我个人的一个，你要说偏执吗？我以前最早在脸书上面写东西的时候，都会写很长。
那就有人跟我讲说，现在的脸书的主流是500字到1000字，没有人要看那么长东西了。我说啊，我知道了，可是我总是想把事情再尽量讲清楚一点。但是我后来过了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这也蛮有趣的，就是我的平台上面还真的累积了一群愿意看长的东西的读者。对，所以同样一篇文章，如果贴在别的地方，那大概没人看；可是贴在我自己的平台上，就有人愿意看。所以现在从文字转换成到影音的时候，其实那个核心的状态不变嘛，就是我想要表达我的想法，让社会大众知道。所以我也知道说啊，现在影音的世界里面啊，如果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然后做的内容太繁复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吸引人，因为大家现在追求的是轻薄短小、刺激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因为过往的经验，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尽量想做我的风格的东西，因为这才是我嘛。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直播，对，没错，就是我们拼命的塞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一次全部又要丢出来给大家。但也是在做了这个40-50集下来，我们确实也累积了一批观众是愿意看这些，所以对此我觉得很感激啦，因为大家愿意看这些东西，至少代表某种程度上是愿意加入这个讨论。所以立法院到底发生了什么？立法院到底发生什么？我觉得深层的来说啦，这个是一个国民党当他重返立院多数之后，他想要把立法院的权力极大化，来达到说他们实质上掌握这个国家的目标。因为同样的场景，我们在2000年到08年也都看过一次，一模一样的。这一次的国会调查权法案，它引发的争议，其实在这个2000到08年朝小野大的时期，几乎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就是319征调会条例。那这个319征调会条例的衍生出来的4至585号大法官解释，刚好又在这一次里面成为了大家在讨论的重要的争点。那同样的事情，几乎这个过程是走一模一样嘛，就是蓝营挟着人数优势强势的通过，然后这个绿营无法阻挡。后来呢，这个就申请找上司法院大法官，请大法官做解释嘛。那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次的立法院的多数党国民党，然后包括了这个黄国昌，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个蓝白不约而同都讲说下一个目标是监察院。那本来是这个黄国昌是说要修宪，后来国民党朱立伦讲说，在不修宪的前提下冻结监察院。那怎么冻结？第一个，可能你放着监委提名不审嘛。第二个，不然你冻结他预算，不给钱嘛，不给人不给钱，你监察院就废了。对了，对。这件事情2000年到08年的时候也演过一次，一模一样。当时立法院是蓝营多数的时候，他就把监察院的人事按着不审，然后呢，让监察院1年2年没有监委，自然停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一样申请释宪，找上大法官。所以大法官也已经做过解释说，监察院是宪法上存在的机关，所以其他宪法机关有义务让它正常运作，包括总统不能故意不提名，立法院不能故意不审人事案。如果故意不提名或不审人事都是违宪，大法官讲过。但是你看现在国民党又来讲一样东西，就是说我这个在不修宪前提下我要废了监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立法院他已经不管过去大法官讲过的东西，他就是要趁着现在他重回多数的时候去扩张他权力嘛。这都有实质证据的，包括现在赖清德总统已经提名考试委员，可是提到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一直放着没有处理。他就是一直放着搁在那，他不去做他宪法上审查考试委员的义务。如果你觉得人选不好，你就把它刷掉嘛，你否决他嘛。对啊。可是你就放着，也不审，也没有进度，也没有什么，这什么意思？就是立法院他正在透过他的立法权、人事审查权，有意的逐步的在掏空考试院、监察院、
甚至未来呢，他也要这个分享行政院的预算权嘛，就是傅昆萁所提的那个交通工程3大法案，他要分享，他要瓜分行政院的预算权。立法院是审查预算权不是预算权。对啊。好，然后他这次的这个国会法案里面又要求总统有义务定期到国会接受质询。这也是一个在宪法上面没有写的，他自己透过立法创设了这样子总统到国会接受质询的义务。所以从整个大局来看呢，这其实是一个立法院要扩张他权力的局。那这个局势正在发生当中。那对我来讲，其实我个人我是认为三权分立比较好，但是在我们要前往三权分立的路上，必须修宪嘛。如果你不修宪，那你就制宪吧，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没有修宪，也没有制宪，你要透过立法院的简单多数，就去变更这个现在所谓五权宪法的架构。那我认为这个是会对于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现在的立法院有一个倾向是，他几乎不管大法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当然是多数做主，但是这个多数做主必须在宪法的界限内。大法官就是负责画这个红线的人。那如果你现在立法院的多数对于这个红线是视而不见，甚至去挑战踩踏这个红线，那这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多数做主变成多数暴力，这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威胁。那甚至我们的立法院里面也有立委已经放话说，如果大法官的解释呢，这个不合他的意志的话，他会拒绝配合修法。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危险的讯号。明白，程序你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你觉得，因为你也是偏绿嘛，公众会认为你是偏绿，因为你得到民进党的支持。你认为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穷尽所有的司法手段，也不叫司法手段，议事手段，在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或者说有一些程序上的不公平吗？确实在议事的程序上面，蓝白会说他们都合乎议事的程序。那也确实这个议事策略有限，因为你毕竟只能在这个会议规则里面去玩这个策略嘛。但是这一次比较特殊的事情是说，蓝营它是收集了几乎全部过去我们所看过的个别零星的压制少数意见的方式，然后这次全部组合用上了，所以我都讲说这是组合拳、组合技，包括了这个刻意的把少数党的法案冷冻，不并案审查，不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然后甚至去这个使用委员会杯葛的方式，让少数党的提案没有办法完成委员会的审查。那只让蓝白的法案，这个以所谓的没有实质逐条讨论，直接全数的保留，完全没有经过逐条的辩论就送进政党协商。那政党协商的时候呢，也只讨论了4条，那最后就直接送到院会2读。但是送到院会2读的时候，是在院会2读会的当天上午7点。才提出一个整合的版本，然后当天下午的7点才把这个整合版本发给委员，发给立法院其他委员。这些种种你可以看到的是，蓝白用了很多的议事技巧在压制实质辩论、实质讨论。如果说未来的后人去看这一次的立法院的会议记录，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在当中过程中发言的人都反对这些法条？为什么会议记录里面看不到在院会里有任何一个人赞成这个法条，出来为这个法条辩护？都是反对的声音，每一条都只有一个人反对，然后呢就表决就通过。这是一个完全忽略了实质辩论过程的立法。那我比较遗憾的是说，10年前在太阳花运动，我们
反对这种没有实质讨论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逐条讨论，我们希望在委员会当中执行委员会中心主义。但是在10年后，我们还是秉持一样的理念，我们希望在委员会当中做逐条辩论，委员会中心主义来做成，我们的理念是一样，可是当初我们的伙伴已经跳过去变成蓝营的军师啊，教他们怎么样规避讨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自己作为10年前太阳花运动参与者，我觉得比较讽刺跟荒谬的地方。我抓紧时间再问2个哈。最后1分钟。好啊，因为您确实是最早出柜的，就是属于这种跨性别或 LGBT 人群，其实是在有一种多元化身份，但是现在如果在进入整个这个政坛的过程中间，如果大家还在质疑你的身份，甚至我今天在来的出租车上还有司机说你要去问他，有一点冒犯哈，是 quote， 你问他真的想当男人吗？然后我花了10分钟的时间在教育他对性别的宽容，他很快就接受了。所以我想问，一个是你介意大家现在谈你的私生活，谈你的性别认同这些问题吗？我想我们确实在职业上比较特殊，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任何人想要来窥探我们的个人领域，因为大家总是会要求政治人物要尽量的透明嘛，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忍受、容忍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性质使然。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想成为一个样板，因为当样板出现了之后，就是其他更多元的样貌被压制的时候嘛，所以我不想成为任何的样板。好，那我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感受或想法是，任何人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他有权做自己，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任何人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去学习，当你看见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可以尊重他跟你之间的差异。明白。那你每天的情绪管理或者你能量来自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政治人物怎么面对挫折。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必须持续学习的。但是我的能量，坦白讲，我的能量来自我的支持者，就是当我的支持者告诉我说，我帮到他什么事情啊，帮他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他觉得我讲了什么话确实有触发他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被激励了，原来我们做的这些努力是有用的、有回响的。所以很感谢我的支持者啦，就是因为有大家，我才有办法从这个默默无闻一路走到现在，对社会有一点正面的贡献。你觉得你在生活里是朋友们觉得有趣的人吗？因为你的房间很有趣，还有个照妖镜对着外面的妖魔鬼怪，还有龙珠。这是黄珊珊留下来的，这间办公室是以前黄珊珊的办公室。OK， 对。所以你生活里是什么样的人？生活里是一个有点无暇生活的人吧。所以有趣吗？有趣吗？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个负责带来有趣的角色。对，我在生活上其实还蛮该怎么形容？我在生活上其实还蛮仰赖我的家人朋友们的帮助。感觉出很多人大家很爱你的，你知道吗？谢谢。这一路有很多人来跟我，但是我好奇你的能量来自哪？因为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健康的力量，然后有很大的能量，但是你这个能量我知道一定要有 input， 你不能总是拿出来嘛。所以我的家人朋友比较委屈啊，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的这个照顾他们，跟他们相处。哎呀，我很希望能有多时间再跟你聊，但我知道你作为政治人物，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我月底要出国访问，所以最近事情比较多一点。我 base 在纽约，但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聊。好啊，也许明年吧。我明年也许有机会去吃饭啊，约好了啊。好，我再写 email 给你。好 ，OK， 所以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好，谢谢，非常感谢你，谢谢。很帅啊，我很喜欢你的笑容，你知道吗？你有很神奇的两者混合。真的吗？又酷又甜，真的可盐可甜，可盐可甜。有第一次听到，真的，你知道这个表达方式吗？我第
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我。哎，我看，你要把麦克风给我，但我对对对